我还没说要生这孩子。哎呦，看看我的女儿多么的可爱，多么的有特点，多么的有个性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说什么不重要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说什么都对。还有姐，我以前就听人说怀孕的女人最美，我就想说你撒谎不怕长溃了。现在你发现所有人都长溃疡了？不是，灿烂之美，但行处鸟惊庭树。将到时，引都回廊。因残西子，实愧王祥。瑶池无二，自成无双。外公吹牛。哎，我外甥说的对，我姐好看这种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徒有其表的人，比如说我，充其量就只是个花瓶。我姐真正让人为之倾倒、五体投地的点在于，她能随意的在女神、女王、女仆、女奴、女人、女孩、女流氓之间随意切换，切换自如。这种人啊，往前早1000年有一个叫穆桂英的，往西走1万多公里有个叫居里夫人的。除此之外，很难在宇宙中找到第3个人能与我姐媲美。那2个人的老公都死得早，你换2个。哎，没事，阳光，你永远会活在我们的心中。好了，该让孕妇好好休息了。今天的慰问到此结束。那都退下吧。好，大白快点儿。赵阳光，赵火焰。是我。等等我。我是娇妻白三郎，我是好后妈白三郎，我是杀手白三郎。我怎么成了大头魔鬼爱好者白三郎？
打扰我。再不喝都生虫了。新疆长绒棉5分袖轮廓型小圆领，精美刺绣小清新罩衫，这不就一老头衫吗？有什么好设计的？白一诺，你是还钱还是给我当助理？考虑清楚了吗？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答复。我在家等你。托斯卡纳庄园，56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诺，你不能去啊，这羊入虎口啊！不然怎么办？交给我来解决。找你爸。我说了，80万呢，我暂时拿不出来，所以我可以给吴总当私人助理啊。难道你们改主意了？那个吴总啊，对他的私人助理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你工作时必须穿膝盖以上30厘米的豹纹短裙，配红色丝袜、黑色长筒靴，画金光闪闪亮的眼影；第二，你得会跳钢管舞。哦，吴总让我 cosplay 孙悟空是吧？行。有虫子。做呀。我呢，对你也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我1个月以后还不上钱，再开始上班；第二，我可以 cosplay 什么孙悟空呀、猪八戒呀、哆啦 A 梦、皮卡丘，但是你不能碰我。应该没问题。合同上要求是你主动碰吴总，哎，碰吴总。哦，碰了。他碰了。确实碰了。一诺同意做你私人助理，谁碰谁都无所谓。我们先来谈一下细节吧。姐，先从工作时间开始。等一下，白小姐的事儿应该由白小姐自己决定。哎，我也是白小姐，白大小姐，我是白二小姐的代理人。开始吧。你好，我是白二小姐的私人顾问。别发呆了，抓紧时间落实具体问题。我们觉得这合同里有些条款需要进一步的细化。我们也正有此意。首先，工作内容上，比如吴总很累的时候，希望有人帮他搓澡。好，搓澡。搓澡呢，我列出几个细节，麻烦您回答一下，记录。第一哈，这个一诺搓澡评估是否合格，标准是什么呢？物理，您学过吗？另外，我想问一下，生物您了解吗？搓澡这条就听你们的，谈下一条。耶！哎呀，谈得非常顺利啊！我看一下啊，也就不到2个小时吧。我们这个第2条第2款的第1小点基本就算谈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谈第2条第2款的第2小点。首先，
这个吴总的食量决定了一诺的这个工作强度，对吧？如果在合同期间，这个吴总得了这个暴食症，那这个一诺的工作强度就增大了，和这个喂食次数每周我们就可以谈他睡觉打断一下，关于这点，我想请问的是，吴总的太太是否知情？对啊。双活三犯规。松来，你们继续。若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事件，包括但不限于地震、台风、洪水、火灾、仇杀、车祸、吃饭噎死、看鬼片吓死、被流星砸死等，合同将自动终止，且乙方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。哎，行了，我看这吴总也不行了，今儿就这么着吧啊，哪天挑个日子咱把合同签了。哎，先洗洗睡吧。里面这俩人应该粉身碎骨、万箭穿心了吧？娘子，此刻我的感觉也是万箭穿心，但是是那种被丘比特射中了万箭穿心。啊，是我吗？是我吗？看着我，目不转睛。不要眨眼，一心一意的看着我。我告诉你个科学原理：人在旋转的时候，耳朵里面的外淋巴液因为惯性会一起旋转。带动感觉细胞纤毛顺着旋转的方向弯曲，就像海底的水草受洋流的影响弯曲那样。大脑接到信号，人就会觉得头晕。这个时候，即便你站定不转了，你的外淋巴液会因为惯性而继续旋转，所以即便你站定了，也会觉得天旋地转。怎么样？晕不晕？好晕，好晕啊！我也是。但是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，只要你旋转的时候，把目光留在我的身上，目光留着，头留住。然后旋转到最后一刻的时候，最后一个甩头，把头甩过来。对，再来，眼睛看着我，头留住，最后一个甩头。只要这样，无论你转多少圈都不会晕。这个小技巧是我跟火焰学的芭蕾舞的留头和甩头技巧。娘子，你想不想知道这其中的科学原理？我不想知道，我相信你。能再转得快点吗？满足你一切要求。张阳光，我好喜欢这种在你手里又无处可逃的绝望。昨天晚上你们俩怎么一前一后来找我啊？是不是陈天乐告诉你们的？我就知道，烦死了都！我都跟他说了，这件事情我要一个人解决。哎呀，行了啊，心意领了。成年的人这事儿做得对，因为你不可能像我们解决的这么好，除非你要给那几个人当什么助理。那你们就这样把我给卖了，还是连切断带切片剁成肉泥给卖了？行了，你就别担心了啊！你姐我不是喝白开水长大的，你呢就尽情享受你来之不易的自由生活，尽情放飞自我吧。我现在已经放飞了，姐，我现在终于知道我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了，还是我姐夫给我提供的思路呢。
我的理想就是给世界上最大的舞蹈团设计服装。柳丁，你和小菊负责整个 app 的后台运营管理工作，然后另外让小陈和老谢呢，在2轮测试结束之后，确认没有 bug 就可以开始跟客户沟通，准备收货了。Everybody 动起来，释放你们蠢萌的少女心吧！喂，哎，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听见我在布置工作啊？赵哥，您还是自己过来看看吧。对，杨哥，你怎么了？看什么看？这啊！老赵，没想到你妹妹是这样的人啊！啊妈，你先别急啊，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一诺他们啊。阳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放心，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，好不好？对了，灿烂知道这事儿吗？我都没敢告诉他，我怕累着他。最近咱们家的事太多了，我都糊涂了。昨天都帮我带火焰去上巴黎课了。哦。音乐系女大学生，晚上援交土豪，白天勇闯豪门。那一夜的疯狂，心机少女吊走了国民老公的心。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姐夫啊，我膨胀啊，我上头条了。我妈不是希望我拉琴上头条吗？这事儿我算完成一半了。没想到有人给抢先了。我本来想下一步找网站曝光这事儿，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姐，你的腰哪有那么细啊？哎，不爱钱是脱俗，不在乎名声是什么心态呢？选择性不要脸啊！我为什么要为了那些不相干的人要脸呢？反正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就行了。我不是像你那样的仙女儿，明天跟我去网站澄清这事儿。姐，你怎么回事呀？让我自立的是你，让我伸手要钱的也是你，让我不拉琴的是你，现在又让我拉的还是你。还有那个怀孕，不想怀孕的是你吧？现在怀着留着的是不是你？冷血残忍的是你，洒向人间都是爱的也是你。怎么真理这么偏心眼儿你呢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吵架这种事情一人一句，来，丑的先说。好，那我先说一下。据我对这次爆料的分析，首先爆料者知道整个车祸的详细过程，然后他还知道我们4个的基本信息。其次，他甚至知道那天我们在谈判的具体合同内容。知道这所有信息的有几个人：1. 老头鞋；2. 土豪，然后就是我们在座的4位，所以一定是我们这6个人中间的一个。那篇报道呢，基本上还是揭示了老头鞋和土豪的丑恶嘴脸，所以这2个人可以排除。而且那篇报道对一诺进行了莫须有的攻击和抹黑，所以也不是一诺。那我和白灿烂作为白一诺的姐姐姐夫，也毫无理由这样做，所以最后的可能只是一个人。不是，姐夫，成天了这样做图什么呀？他可能就是跟他爸赌气。谢谢白总监，谢谢。要不是您那天晚上出手那么狠毒，估计我现在还在看守所里呢。恭喜你找到新的工作，做得开心吗？开心，特别的开心。我终于体验到了您的工作乐趣。言归正传吧。我们作为当事人，有权知道文章中曝光的那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。是一个匿名的热心群众提供的，不过我也核查了信息的内容，的确是真实的。看来这位群众很聪明嘛。他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，但都是通过剪辑和拼贴之后的。你做过媒体，应该明白，同样的素材，不同的剪辑方式，出来的意思也是南辕北辙。好吧，都在这儿了，
这白一诺当陪练，间接造成车祸是真，什么援交土豪是假，他跟程天乐谈恋爱是真，什么一夜疯狂是假。如果继续对我们造谣和诽谤的话，我们将会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。我不明白了，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签这份合同呢？第一，我们不能纵容一强卖弱的行为，卑躬屈膝的任人宰割；第二，这也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约束跟保护。如果不得不履行，就按照合同办事。明白。相信你也是与正义为伍的人，希望你们尽快删除不实文章，然后在公开场合向我妹妹道歉。再见。你去找程天乐吧，你们俩不是有事吗？不要，我要陪你，让他来找我。喂，爸。灿烂啊，怎么了？灿烂，你别着急啊！哎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听我讲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刚才啊，爸爸收到了法院的一张传票。传票？谁的？你的还是我妈的？不是爸爸的，也不是你妈妈的。那是谁的？是你妹妹的。一诺的。哎，你们给他打电话了吗？是啊，我们刚才打电话打不通啊。我收拾收拾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医生说，您只要注意饮食和作息，清淡少盐，坚持锻炼，就没什么大碍。但情绪一定要稳定，不能再过于激动了，要不然会有脑梗的风险。这次住院，你有没有发朋友圈啊？当然没有，您的身体情况一直都是保密的，这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股价。现在出院了，可以发一个啊。啊，该提醒谁看，知道吧？你放心，乐乐会看见的。在这儿，来。哎，这儿啊，等。嗨呀，嗨了呀！啊，拍了。嗨了呀！拍了。喂，姐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法院送传票了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你看我干嘛呀？总不能让我去卖肾吧？今天晚上睡一觉，明天起来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爸，妈，甭换鞋了，冷静啊，冷静，都冷静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让我先想想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让我好好想想。你都找着没有啊？啊，来了，你别客气，先坐下，咱仨开个会。好，你坐下。啊，谢。妈，爸，我郑重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啊，咱不能再管一诺跟程天乐了，传票交给一诺，让他们自己看着办。那也不能不管他呀，那么多钱他赔不上，那会抓起来的。只有咱们撒手不管，他们才能自己去想办法。妈，一诺已经长大了，他得学会为自己犯的错误承担后果。咱每次都替他收拾啊，这次收拾，下次收拾，大下次怎么办啊？对不对？这他只能会变本加厉，有恃无恐的犯错。而且，就算咱每次有这心，咱能保证咱每次都有这能力吗？这吃亏了受着，这被欺负了熬着，这受伤了忍着，谁不是这么长大的？来，慢点说。啊，受伤了忍着，谁不是这么长大的？对不对？而且这事儿傻子都能看出来，明显是别人给下的套。所以啊，这事儿啊，听我的，就这么办了。咱们仨要结成统一战线，谁也不许插手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不然你说咱们永远是当伞，给他们在这遮风挡雨啊，挡箭挨刀的。他们能长大吗？他们连那个温室里的花朵都不能算，他们永远就是废物，废物。
爸，表态。同意，废物。你呢？废物，同意。这么快就被说服了？好吧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，你们就不用放心了。不用放心，我不用操心。程总，乐乐来了，直接说吧，他肯定是看到您出院的消息了。那个是哪个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借钱？我上次借你的钱呢？投资了。你知道“投资”2个字怎么写吗？还升值了。现在卖一只90万。80万你就买了一只羊，是不是啊？想妥，你不觉得他特萌吗？哎，跟我小时候巨像。哎，冯天乐，你说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败家玩意儿来啊？你要真认是你生的，你就借钱给我。那你还认我这个爸爸啊？我告诉你，第一，我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；第二，如果我程虎能够活过今年，我就认你这个儿子。别说你了，你要不借钱给我，我也活不过今年。你已经把我妈气死了，你还眼睁睁看着你唯一的儿子也去死是吧？你唯一？哼！厉害，都已经不是唯一了呀。给你儿子找了跟他差不多大的妈，再生个儿子。你小心喜当爹啊！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孩子，也不管我有几个孩子，程天乐，你是我的种啊！你还记得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跟我说的话吗？啊，你主动跟我说的话，那是去年5月份。你除了管我借钱，你什么都没跟我说呀。记得挺清楚啊，那你知不知道我话没讲完你就把电话挂了？我除了找你借钱还能干嘛？我知道你想我找你，那又怎样？我偏不。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是什么？就是让你一想到我就爆炸，砰沙卡拉卡。好儿子，你是千年不遇的好儿子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有骨气，你就甭跟我来借钱。你说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玩意儿了？你看看你现在啊！你说你找个女朋友，你都不找一个结实的。我告诉你，程天乐，如果这个姑娘要是知道啊，你不是我儿子，早就把你给甩了。是，你好，他知道你是程虎，他不知道你是程虎，他会理你吗？你了不起，哼！不，天乐，你知道我今天是从哪儿出来的吗？啊？你是不是除了借钱气我，你就没有任何话要跟我说了？没有。还真没有，我不管你从哪儿来，你也别问我上哪儿去。我不打扰你呢，就是孝敬你。你给我钱就是对我好。哎，看在钱的面子上，就算断绝关系了，你要愿意，我就喊你一声爸，喊你爷爷都行。祖爷爷怎么样？也不怕大你。厉害！哎，爸爸。爷爷，祖爷爷，打都打了，这把软呗。
我这辈子欠你的，我上辈子也是欠你的。别走啊！哎，白打！程总，乐乐走了吗？走了。要不要我去找乐乐谈谈？哎呀，今天我已经理亏了，你再去找他，咱们不就更输一局？程总，那要不我去给乐乐送点钱？你是不是智商低呀？你去给他送钱，他以后还会有理由找我吗？检查结果挺好嘛，这不写的很清楚吗？适合受孕。嗯，那还等什么？抓紧吧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国外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会为你做好一切安排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你这光有卵可不行啊。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啊，那是我亿万 baby 的另一半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拿到的。Hello， 回来了，谈的怎么样？我把那块地给拿下来了。太不容易了。哎呀，这么丰盛啊！你今天辛苦啦。饿了，饿了，饿了。快坐吧。哎呀，老子曰啊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那意思就是说哈，你治理一个国家就像做一条鱼那么简单。就今天就这几个北京的开发商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感觉是忙忙碌碌的，一天的抱怨，哟，都说哟自己忙啊，每天工作要10几个小时，就感觉他们这个烹小鲜啊，就像治大国一样。你最棒，就你本事最大，你好好尝尝，这都是我让厨师给你煮的小鲜。因为我怕做早了菜凉，所以我跟他们说要反复的做，反复的端上来。这都是今天端上来的第4轮了。好，来，哎，那多吃点。我发现哈，我身上有一魔咒，每次一骂完儿子呀，我就能拿下一块地。这每次我开车哈，我就路过那些我的地，就看着那些名字特别和谐的大楼，什么，幸福港湾呀、太和苑呐、太福家园，我都觉得是老天爷对我的讽刺。骂谁呀？谁儿子？我朋友的儿子呀，我是我朋友儿子的教父啊。哦，老陈啊，这孩子他故意的哭闹，其实就是在刷存在感，他们就是想大人对自己的关注和爱多一点。所以你那个朋友的儿子呢，他折腾一段时间，折腾不动了，应该就好了。到时候，你还是最好的教父。这么年轻，懂得还不少啊！其实，我懂得挺多的。你以后可以慢慢发现。不吃了，我们先工作吧。辛苦了。我是好专家介绍来的，赶快处理一下，还不到半个小时呢。好的，谢谢啊。
你人在哪儿呢？老陈，我爸爸脑梗了。你爸不是在国外呢吗？他今天晚上飞回国了，一下飞机就脑梗了。那你现在人在哪儿呢？你那个需要不需要我派个医生这个去找你去啊？不需要，我陪我爸要回国外治疗，现在已经在机场了。哦，行，那你就好好陪着吧啊！你爸爸德高望重的，你得好好治疗啊！你要是到了国外，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啊！老陈，我爸爸好一点就马上回来陪你啊！啊。成活率不错，已经处理好了。真的？谢谢啊，不客气。你这怎么？子彤。对，去哪儿？国外。啊？说走就走啊？钱够了？钱不用操心，我自己已经准备好了。安全吗？有人接你去吗？啊，对了，你去那个医疗机构，有人接待你吗？要不然爸爸妈妈陪你去吧。哎，你们也不愿意卖房子，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，只买得起自己一个人的机票。不是。那机票，我们机票不用你买呀，我们自己出钱就行了呀。你这一个人，你一个人去，我们怎么放心啊？什么情况嘛？你这是啊？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等我过去以后，给你代购几个好看的包包吧，还有那个机密出新款的鞋，我给你买2双。跟我回去。哎呀，我自己有好多东西要买呢，你知道吗？前段时间啊，我买了8台那个点钞机，我就在家一直点呐，烧坏3台。我想试一下这个国外的点钞机呢，会不会比国产的点钞机质量好？毕竟老陈家现金还挺多的。我怎么那么想抽你呢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什么样啊！我什么样不重要啊，能生孩子就行了。梓潼，算我求你行不行？你跟我回去，我跟赵阳光，我俩给你重新再算计，再翻翻资料，肯定能找到一个跟他不一样的。你不用去遭这份罪，我觉得你现在都快疯了。你早干嘛了？这句话干嘛不早说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反正现在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日子，我是1分钟1秒钟我都过不下去了，我过腻了。我就是因为我没有钱，你知道吗？我表面上看起来有多么光鲜亮丽，我内心其实就有多暗淡。我表现得多虚荣，其实我就有多自卑。我必须摆脱贫穷。你不穷啊！再说，摆脱贫穷的方法有那么多种，行，你非选这一种，那比你穷的那些人，人家都怎么活的呀？哎，灿烂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俩自从大学毕业以后，到现在为止这些年，就一直就这个问题不停地争吵。